好，你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把肩膀放下来，把那些今天还没来得及放下的事情也先搁一搁。今晚我们要聊的这个人，说起来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真正认识他吗？他叫道济，世人叫他济公。很多人以为这不过是一个会变戏法的疯和尚，是个演义里头的趣味角色。但我告诉你，历史上真实的道济比任何一个戏台上的角色都要来得深刻，来得令人心疼。他这一辈子活的是最大的矛盾，最脏的外表，最干净的心，最疯的行为，最清醒的灵魂。他打碎了所有人以为理所当然的体面，却在这片碎屑里为那个时代最苦的人拼出了一条活路。你说，这样的人算疯子，还是算圣人？这个问题我们今晚慢慢来说。我们先把目光拉回到800多年前南宋的临安城，那是一个极其有趣的时代，用2个字来形容，叫做撕裂。表面上，临安城繁华的令人目眩，西湖边上楼台相连，丝竹不绝，瓦舍勾栏里的热闹从白天一直喧嚷到深夜。朝廷里头，皇帝每天照旧在宫里赏花饮宴，礼部的官员照旧在争论祭祀时该穿哪一种规格的朝服。可是就在这繁华的背面，北方的半壁江山已经沦陷多年，数不清的流民拖家带口，像一阵风一样被吹进了临安城的边角旮旯里。他们睡在桥洞底下，抢一个馊掉的馒头，能抢到手就是这一天最大的运气。这2个世界就这样荒谬地叠在一起，一个在台面上，一个在台面下，互相装作看不见对方。而在这个撕裂的时代里，还有另一道裂缝，藏在佛门里头灵隐寺。那是当时南宋皇家供奉的顶级寺庙，金碧辉煌，香火鼎盛，出入其中的高僧，袈裟一尘不染，步伐庄严稳重，每一个动作都像是被礼法精心雕刻过的。他们打坐念经，享受着皇家的供奉，谈论着彼岸的解脱。但是那些在城外的流民，那些在泥水里挣扎的苦命人，那些生了病却没有钱请大夫的穷苦百姓，他们的苦和这些庄严的高僧又有什么关系呢？佛门广大，但有几扇门是真正朝着苦人敞开的。这就是道济所生活的时代底色，一边是繁华，一边是腐烂，一边是高谈佛法，一边是对眼前的苦难视而不见。而道济就是在这道裂缝里硬生生地长出来的一株野草。他本名李修缘，生于公元1148年，浙江天台人。在讲他后来的疯癫之前，我们必须先把他曾经拥有的正常说清楚，因为只有知道他从多高的地方跌下来，你才能真正理解他后来的每一个疯狂举动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李修缘的出身，用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衡量，简直是完美的。父亲李茂春曾经在朝廷为官，后来辞官归隐，是天台当地李氏望族的掌舵者。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良田千顷，家财万贯，意味着当地最高规格的社会声望，意味着走在路上，周围的人都会低着头行礼，母亲王氏，大家闺秀温婉贤淑，把这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李茂春晚年得子，这个孩子被寄予了厚望，厚望到什么程度？厚望到他还没有长大，他的未来就已经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了。史料里头有一个细节，说他出生的那一刻，几里之外的国庆寺里，一尊降龙罗汉的塑像轰然倒塌。我们不需要去考证这个传说的真假，
但这个细节耐人寻味。一个人的到来，先把一尊泥塑打碎了。这或许就是命运对他一生的预言。他是来打碎某些东西的，而不是来维护某些东西的。幼年的李修缘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安静。别的孩子在玩泥巴、斗蟋蟀的时候，他坐在书房的角落里发呆。但这种发呆不是迟钝，而是一种太早熟的观察。他看得太清楚了，清楚到令自己难受。父亲送他去赤城山读书，赤城山的空气里混合着两种味道，一种是儒家书院的墨香，一种是山上寺庙的香火。年轻的李修缘被这两种气味同时吸引，又同时感到困惑。儒家的老师告诉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世界是有等级的。你是贵族，你要和那些穿草鞋的人保持距离，这叫礼教，这叫秩序。可是当他翻开佛经，看到的是4个字：众生平等。这两句话在他年轻的脑子里打架。每次坐着轿子下山，透过轿帘的缝隙，他看到路边那些因战乱而来的流民，看到那些在泥水里为了半个馊馒头打得头破血流的乞丐，再看看自己身上一尘不染的华服，一种荒谬感像针一样扎进他的心。如果众生真的平等，为什么我坐在轿子里，他们跪在泥水里？这个问题对一个享受特权的贵公子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找麻烦。大多数人会选择麻木，选择理所当然地享受眼前的一切，但李修缘不行。他有一种精神上的洁癖，他越聪明，就越无法忍受这种知行不一的撕裂感。这道裂痕在他18岁那年被命运彻底撕开了。那一年，命运没有给他任何准备的时间，连续降下了2道惊雷。父母李茂春夫妇在极短的时间内相继病故，对一个从小生活在温室里的少年来说，这不亚于天塌地陷。但让他感到更寒心的，不是失去亲人的悲痛，而是随之而来的世态炎凉。灵堂上那些昨日还是笑脸相迎、门庭若市的亲朋好友，哭声震天，泪水连连。但李修缘看着那些眼泪，只觉得有些什么不对。那些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的叔伯长辈，眼神在偷偷打量李家库房的钥匙，那些曾经巴结父亲的下属在角落里窃窃私语，讨论着李家这棵大树倒了之后该去攀附谁。满屋的白色丧服，满屋的香烛烟雾，遮不住那股令人作呕的算计味道。李修缘跪在灵前看着这出荒诞的戏，突然意识到一件事：父亲一辈子谨小慎微，遵守所有的礼教规矩，积下着万贯家财和所谓的好名声，在死亡面前竟然脆弱的如同一张纸。那些规矩保护不了任何人，那些财富只能招来恶狼，那些所谓的情谊不过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一场戏。这个世界推崇的稳定和成功，原来只是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一捅就破。按照常规的剧本，独子李修缘此刻应该站出来，守住家产，杀出一条血路，证明自己的成熟和担当。但站在灵柩前的李修缘看着那些账本，看着那些地契，看着那些象征着身份地位的东西，突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没有悲伤，只有一种看透底牌之后的疲惫和决绝。他不需要这些了。既然这个世界的规则是虚伪的，既然所谓正常的生活就是慢慢变成那些算计者中的一员，那他为什么还要继续演下去？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所有人都看傻了眼。李修缘开始疯狂散尽家财，
那些亲戚们梦寐以求的金银珠宝，他像扔垃圾一样扔给了路边的乞丐和穷人。那些欠父亲钱的借据，一张一张被他烧掉。仆人们都被遣散，各自拿了银两离开。周围的人指指点点，说这个大少爷受了太大的刺激，疯了。李修缘站在空荡荡的豪宅里，看着窗外那轮冷漠的月亮。或许吧，如果在这个吃人的世界里保持清醒，意味着必须同流合污，那疯癫或许就是唯一的干净。他脱下那身象征阶级的丝绸长衫，换上一件最粗糙的布衣，走向了灵隐寺。那个完美的贵公子李修缘就这样亲手把自己从那个金丝笼里摔出去了。我们跟着他那道落魄的背影，穿过西湖边的人群，来到灵隐寺的山门前。接纳他的是当时的高僧虾堂慧远禅师。慧远禅师看到这个衣衫不整，眼神却亮得吓人的年轻人，没有问他来意，没有问他带了多少香火钱，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把头发剃了吧。随着那一缕缕青丝落地，贵公子李修缘死了，和尚道济诞生了。按照一般的故事逻辑，到这里应该出现一个痛改前非、潜心修行的转折，但道济他根本就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人。他穿上了僧袍，却好像穿上了一件戏服。清晨，数百名僧人在大雄宝殿整齐划一地诵经，木鱼声庄严肃穆，道济歪着身子睡得口水直流，鼾声甚至盖过了诵经声。午夜，寺院宵禁，万籁俱寂，道济却摸进大殿，爬上供桌，把供奉给佛祖的祭酒一口一口喝得精光，还把鸡腿往泥塑罗汉嘴边送，嘴里嘟囔着：佛祖慈悲，这酒肉放着也是馊了，不如贫僧替你消受了吧。这一幕若是被理学家撞见，只怕当场气绝。但在道济的逻辑里，这恰恰是最清醒的行为。他看着那些整天打坐，心里长了草却要装作面如止水的高僧，觉得那才是真的疯。他觉得如果佛祖真的在乎那几杯酒几块肉，那这佛祖的心眼未免太小了。真正的清规戒律，难道是外在的整洁，还是内在的慈悲？整个灵隐寺的僧团开始集体排挤这个异类。在恪守清规的僧人眼里，道济简直就是佛门败类。他的存在是对他们每天辛苦忍受清贫、压抑欲望的一种嘲讽。愤怒的投诉信像雪片一样飞向方丈。监寺气急败坏地找到慧远禅师，列举道济的种种罪状，强烈要求将这个疯子赶出山门。慧远禅师看着那群义愤填膺的僧人，只说了一句话：佛门广大，岂不容一疯僧？这句话极有分量。他说的是，如果我们的信仰连一个疯子都容不下，我们修的究竟是什么？是形式上的整齐划一，还是内心真正的慈悲？有了师父这把保护伞，道济更加肆无忌惮，而他最惊世骇俗的行为莫过于吃肉。在南宋，和尚吃肉，那简直比犯法还要严重。这不仅仅是破戒，更是在公然挑战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有一次，道济当着众人的面大口咀嚼着一只狗腿，油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滴在他破旧的僧袍上。有人指着他的鼻子骂：道济，你破了大戒，你会下地狱的。道济停下嘴，抹了一把油，看着那群面容扭曲的高僧，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但大家往往忘了他紧接着说的那两句：世人若学我，
如同禁魔道。这后两句才是整句话的灵魂。他不是在鼓励别人有样学样，他是在说，这是我的道，不是你的道。我用这句破皮囊撑着这场表演，背后是有目的的。你若只学到了皮，那才是真的堕落。道济为什么要吃肉？不是为了解馋，那块肉是一个隐喻，是他对那个伪善时代的一次暴力拆解。他通过这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行为，在告诉世人，我也有一副臭皮囊，我和那个杀猪的屠夫、种地的农夫没有任何高低之分。他把那种高高在上的圣洁感撕得粉碎，他宁愿做一个坦坦荡荡的怪人，也不愿做一个假惺惺的圣人。很多人把肉吃进肚子，心里却在算计众生。道济把肉吃进肚子，心里装着的是众生。他用这种自污的方式，把自己从虚假的精英阶层里彻底剥离出来，沉入到那个肮脏却充满生命力的民间去。这一切的荒诞都建立在慧远禅师的庇护之上，但命运不肯给他太久的安稳。慧远禅师圆寂了，道济在灵堂上没有哭，只是静静地站在角落里，看着那个唯一真正懂他、包容他的老人化作了一缕青烟。慧远一走，压抑已久的矛盾瞬间爆发。新任方丈和监寺早就对道济恨之入骨，这一次没有了遮风挡雨的人，他们连头七都没等，就以清理门户的名义，将道济强行逐出了灵隐寺。那是道济人生中最寒冷的一个夜晚，没有行李，只有一把破扇子，一身烂僧袍，和一个不知装着酒还是装着泪的葫芦。就在昨天，他还是灵隐寺的僧人，虽然是个疯僧，但至少有个名分，有个屋檐。而现在，身后那扇厚重的朱红大门轰然关上，他彻底成了一个无处可去的孤魂，离开了灵隐寺的道济，终于彻底融入了他一直渴望的那个世界。临安城的市井，而步入中年的道济，他的风开始发生质变。这不再是情绪的发泄，而是进化成了一种极其精密的，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生存智慧。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一个已经麻木的社会里，正常的语言是失效的。如果一个衣衫褴褛的和尚站在街口，一本正经地对你说，施主，此处有危险，请速速离开，你会怎么反应？你大概会把他当成骗子，或者直接叫人把他轰走。道济太清楚这一点了。在那个充满等级偏见和思维定式的南宋，真理如果穿着乞丐的衣服说出口，就是笑话。所以为了传递真理，他必须把这个笑话演得惊天动地。这就是那个著名的飞来峰故事背后真正的逻辑。那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中午，灵隐寺前的村子正在办喜事，唢呐吹得震天响，大红花轿晃晃悠悠，全村人都沉浸在喜悦里。但道济感到了某种不对，也许是地底的某种微颤，也许是他多年游走于市井练就的某种直觉。他预感到一场山体崩塌即将到来，他冲进人群大喊，山要塌了，快跑！没有人动。大家看着这个满身酒气的疯和尚，哄堂大笑。新郎官觉得晦气，甚至要人把他打出去。没有人相信灾难会降临在喜庆的日子里，这就是人性最深处的弱点。我们总是对巨大的危险抱有侥幸，却对眼前的秩序无比执着。时间在一秒一秒流逝，正常的劝说彻底失败了，死亡的阴影正在笼罩下来。道济做出了一个瞬间的决断，他不再说话，
像一头野兽一样冲向花轿，一把扛起那个惊声尖叫的新娘，撒腿就往村外跑。这一招太灵了，所有的秩序瞬间崩塌，愤怒取代了喜悦。全村的男人操起扁担锄头，嗷嗷叫着追了出去。疯和尚抢亲啦！抓住他，几百号人浩浩荡荡地追着他跑出了村庄，跑到了几里开外的空地上。就在众人即将追上他，准备把他打死的时候，身后传来一声巨响，天地变色，烟尘蔽日，那座飞来峰轰然崩落，正正好好压在了那个刚刚还在办喜事的村庄上。那一刻，世界安静了，村民们回头看着那片废墟，手里的锄头掉了一地。他们转过头，看着那个坐在地上气喘吁吁，还在嬉皮笑脸的疯和尚，突然明白了什么。他们跪了下来，道济没有接受跪拜，他摇着扇子，又变回那副疯疯癫癫的样子，唱着歌走了。为了救人，他必须先让自己成为一个罪人，他必须表现得荒诞、邪恶、不可理喻，才能在那个死板的社会结构里强行撕开一道救命的裂缝。这就是道济的生存哲学。如果慈悲无法被听见，那就用疯狂来引爆。然而，成为临安城的守护神，并没有让他的生活变得温暖。相反，中年的道济陷入了一种深不见底的孤独。白天，他是临安城的超级明星，他穿梭在瓦舍沟栏里，帮穷人看病，替冤屈者伸张正义。他用搓下来的泥垢团成丸子，称作参仙丹，治好了无数没钱看大夫的穷苦百姓。这听起来很荒唐，对吧？但你想一想，那个时代的穷人缺的不仅是药，更是一个可以抓住的希望。道济用这种戏谑的方式给了绝望者两样东西：安慰以及活下去的勇气。但到了晚上，当喧嚣散去，道济回到净慈寺那间阴暗潮湿的偏房，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满屋子的酒气和馊味儿。他常常蜷缩在角落里，像一只受伤的老狗。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那么脏？这是他的一种自我保护。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权贵们的马车开始频频停在寺门口。那些达官显贵，那些曾经鄙视他的豪门，现在都想来沾沾活佛的喜气。如果道济是一个干干净净、宝相庄严的高僧，他就很难拒绝权力的裹挟。他会被请进高墙大院，成为权贵的吉祥物。但他是一个满身虱子的疯子。当那些权贵捏着鼻子靠近时，他会把那把破扇子伸过去，把身上的跳蚤弹到对方的锦缎官服上，用最恶心的方式，在自己和那个肮脏的权力圈层之间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他守住了灵魂，但也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就是绝对的孤独。僧团里，他依然是异类。百姓眼中，他是神，也是怪胎。大家敬畏他，利用他，在他经过时欢呼，但没有人会真正邀请他坐下来，像对待一个普通人一样，喝杯热茶，聊聊家常。大家爱的是他展现出来的神迹，而不是那个名叫李修缘的破碎之人，夜深人静。道济喝着葫芦里的劣质米酒，看着窗外的月亮，他满怀慈悲地走向人群。人群却因为他的疯癫而膜拜又疏离。他是这座城市里最热闹的人，也是这座城市里最孤独的魂。这是道济这个人物身上最迷人也最令人心疼的地方。只有那个最不遵守佛门规矩的人，才真正践行了佛门最高的真理。只有那个把自己弄得最脏的人，才在这个浑浊的世道里
保全了最干净的心。时间的长河缓缓流淌，带走了无数的爱恨情仇，也终于把我们的故事推向了公元1204年的那个夜晚。这一年，道济已是56岁的老者了。那是一个燥热的有些反常的深夜，净慈寺里一点微光，也许是厨房的灶堂，也许是被老鼠碰倒的长明灯，在南宋密集的木质建筑群里迅速膨胀，成了一头吞噬一切的巨兽。火舌舔上大雄宝殿的房梁，楠木柱子在高温下发出类似骨骼断裂的惨叫，琉璃瓦炸裂的声音密集如爆竹，火光将临安城的半边天空都烧得通红，连西湖的水面都被映得如同沸腾的血水。僧人们提着水桶绝望地冲向火海，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座千年古刹化为乌有。第二天清晨，曾经金碧辉煌的净慈寺只剩下一片冒着黑烟的废墟，老方丈急火攻心，当场病倒。年轻的僧人跪在灰烬里，哭声一片。重建一座皇家级别的寺庙，需要的财力和物力是这个刚刚遭受重创的僧团根本无法想象。就在这片窒息的绝望中，道济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他没有哭，也没有叹气，脸上还挂着那副标志性的似笑非笑。他用那把只剩骨架的破扇子指了指还在冒烟的废墟，说了一句在当时看来没心没肺的话：烧了好，烧了干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众僧怒目而视，但道济接下来的举动让所有人都闭上了嘴。他主动接下了重建净慈寺最艰难的任务，筹措木材。重建需要的不是几根木头，而是成千上万根顶级木料。在那个交通极其落后的年代，要把生长在四川福建深山里的巨木运到临安，几乎难如登天。然而道济接下任务后，既没有去深山，也没有去求权贵，而是又喝了个烂醉，躺在廊下，嘴里含混不清地喊着：木头在井里，木头在井里。那就是后来流传千古的运木古井传说的开端。传说那口寺内平平无奇的古井突然变得深不见底，仿佛连通了地下的江河湖海。一根巨大的原木从井水里浮了上来，僧人们架起绞盘，喊着号子，将那根沉重的木材拉出井口。前一根刚刚拉起，后一根紧接着浮出，源源不断，一根、2根、10根、100根，直到负责计算的木匠喊了一声够了，那最后一根木头悬停在水中，不再上浮。我们不必去深究这个传说的真伪，我更想带你看看它背后的隐喻。一般的高僧习惯于仰望高山，通过向上攀登来接近佛祖，而道济他一辈子都在向下走。他走向市井，走向烂泥，走向那些被主流社会遗忘的角落。这口运木古井就是道济灵魂的象征。他在告诉世人，即便地上的世界已经烧成废墟，即便眼前的希望看似断绝，但只要你愿意低下头，愿意去看那些最不起眼、最幽深的地方，希望和力量依然会源源不断地涌现。真理不在高耸的云端，而在深邃的井底；救赎不在庙堂之上，而在百姓的心里。那个被世人嘲笑的疯和尚，就是那口连接着凡俗与神迹的深井。他从那个被礼教唾弃的深渊里捞出了重建信仰的栋梁。随着净慈寺在废墟上重新矗立，道济在人间的使命似乎也走到了尽头。嘉定2年，公元1209年，这一年的5月，临安城的暑气初露端倪，西湖的荷花刚刚以最热烈的姿态绽放。
但道济的生命之火却如同风中的残烛，忽明忽暗。他病了，这一次没有任何丹药能救得了他，因为这不是病，是命让他在人间游历一遭，而今该是交还最后一点利息的时候了。在生命最后的几天，道济做了一件反常的事，他让人打了一盆清水，把自己那张脏了几十年的脸认认真真地擦洗了一遍，洗去了油泥，洗去了酒渍，洗去了那一层保护色的疯癫，露出了那张清瘦苍老却依然棱角分明的脸。净慈寺的僧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个眼神浑浊、嬉皮笑脸的疯子不见了。端坐在长椅上的是一个眼神清亮如水的长者，那双眼睛里没有了对世俗的嘲弄，只有一种深深的如释重负的宁静。他仿佛变回了当年的李修缘，那个在天台山下读着圣贤书、心怀慈悲的贵公子。5月14日，道济叫来侍者索取笔墨，他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推敲，那首诗已经在他的灵魂里激荡了一辈子。笔锋落下，墨迹淋漓。60年来狼藉，东壁打倒西壁，于今收拾归来，依旧天连水碧。这28个字，字字千钧。60年来狼藉，他承认了，他这一辈子确实是一片狼藉，没有高僧的体面，没有家族的荣耀，只有洗不掉的污名和那件破烂的僧袍。东壁打倒西壁，这是他在世间的战斗姿态。他拆掉了世俗的墙，拆掉了佛门的墙，在各种规矩和界限之间横冲直撞，把那些虚伪的屏障打得粉碎。但这一切是为了最后这一句：于今收拾归来，依旧天连水碧。当生命的喧嚣终于褪去，当所有的面具都被摘下，他发现自己的本心从未改变。就像那西湖的水，无论经历过多少狂风骤雨，无论表面漂浮过多少枯枝败叶，当风停雨歇，它依然是那样的清澈，依然倒映着万里的长天。天连着水，水连着天，没有界限，没有分别，干干净净，圆融无碍。写完这首诗，道济放下了笔，他转头看向窗外，窗外是熟悉的临安城，隐约还能听到远处的叫卖声、丝竹声，还有钟楼上被惊起的飞鸟声。那是他爱了一辈子，也骂了一辈子的人间，那是他用尽全力去拥抱、去救赎的红尘。他没有留下什么舍利子，没有要求盛大的法会，没有留下供人供奉的遗训，他只是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坐姿，轻轻地闭上了眼睛。那把陪伴他大半生的破扇子从他手中滑落，掉在地上，发出啪的一声轻响。这个声音很轻，轻的就像一滴水汇入了大海，轻的就像一片叶子落回了根部。那个满身污垢、嬉笑怒骂的济公走了，那个心如明镜、慈悲为怀的道济回家了。他把所有的污浊都留在了那件破僧袍上，还给世界一个干干净净的结尾。他用一生演了一场最荒诞的戏，为的只是告诉众生一件事：规矩是死的，但心必须是活的。故事讲到这里，那个疯疯癫癫的身影已经引入了历史的烟尘。但奇怪的是，80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深夜里想起他，却觉得他比任何一尊端坐在神坛上的泥塑都要鲜活。历史上真实的道济其实是一位真正的博学之士，他出身名门，精通儒释道3家学问，写得一首极漂亮的诗文。如果他愿意，
他完全可以做一位风度翩翩的高僧，在历史上留下几卷清雅的文集，但他偏偏拒绝了这种清雅。他选择把所有的才华都揉碎了，藏在那身脏兮兮的僧袍里。他选择把所有的悲悯都掩盖了，藏在那副嬉皮笑脸的面具下。为什么？因为他看透了那个时代的本质。在南宋那个礼教吃人、伪善横行的世道里，太正经的语言是无力的，太干净的衣服是容易被污染的。只有把自己变成一个混不吝的疯子，变成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起的边缘人，他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才能去说那些没人敢说的真话，才能去救那些没人愿意救的苦人。这是何等高贵的自我牺牲！他放弃了圣人的光环，甘愿在泥潭里打滚，只为了告诉世人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佛不在天上，不披金装，佛在心里，众生平等。现在我们回到今天，高楼大厦取代了亭台楼阁，霓虹灯火取代了西湖渔火。我们的物质生活远比南宋要丰富，但我们内心的困境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活成了灵隐寺里的僧人。我们穿着名为职业或身份的整洁袈裟，戴着名为成熟或得体的面具，在社会的规则里小心翼翼地行走。我们不敢大哭，不敢大笑，不敢在受委屈时掀翻桌子，更不敢在看到不公时冲上去扛起那顶花轿。我们活得太正确，也太累了。而济公就是我们潜意识里那个渴望自由的自己。当我们听到他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时，我们感到的不只是滑稽，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代偿和释放。他替我们打破了那些无形的枷锁，替我们嘲笑了那些虚伪的权威，替我们活出了那个最真实、最鲜活、最淋漓尽致的生命状态。所以济公从来就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神佛，他更像是一个穿越了时空的老朋友。当你觉得生活太苦，规矩太严，透不过气的时候，不妨在心里把这位老友请出来，想象他摇着那把破扇子，一瘸一拐地走到你面前，不跟你讲什么大道理，只是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馒头或者半壶浊酒，冲你挤眉弄眼地笑一笑，说一句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如戏，别演得太认真。这就是道济留给我们最后的礼物，他用一辈子的疯癫，为我们在沉重的现实世界里撑开了一个可以喘口气的缝隙。今晚，愿这位满身烟火气，实际上却拥有最干净灵魂的老和尚，能走进你的梦里。愿你在那个梦里没有必须遵守的规矩，没有必须扮演的角色，只有天连水碧的自由和那个真实的自己。晚安。